老婆，自从你难产走了后，我是既当爹又当妈，还把老家的地给卖了，一天干好几份活，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了。可是现在，外公，你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爸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大贵最讨厌鱼腥草了，你是不是成心和他过不去？娇娇，爸就是好久没吃了，想过过嘴瘾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不会有什么味道的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了。这个家是我和我老公做主，我们能让你住上这种高档小区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别蹬鼻子上脸。你。王进来啊，说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吵起来了？妈，没事儿，我爸不懂事儿，非要吃鱼腥草。我都跟他说了，大贵不喜欢，他还非要端上来。我说他几句，还不乐意了。不就因为这个月买菜钱少给了几十块吗？真难为您老人家还能想出这招来报复我。好啦，亲家，消消气，就这么一点小事儿。你说你这鱼腥草在外面不能吃，干嘛非要在家吃，还和自己女儿吵架？别这么不讲理。来，这盒猫山王榴莲给你吃，然后跟娇娇和大贵认个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认错！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现在又帮你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一个月就给8块钱买菜，我连保姆都不如。就这么点鱼腥草都不让吃，说什么大贵不喜欢。婆婆每次来都躺着刷手机，动不动就在家吃榴莲。你那么讨厌榴莲的一个人，还不是连屁都不敢放？亲家，你怎么还挑拨离间呢？老头，你这是在我家撒什么泼呢？我妈一个月1万块的退休金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和我妈比？我就撒泼怎么了？告诉你，答应我不伺候了。行了爸，你这一大把年纪出去能干嘛呢？工地上搬水泥都不要你，老家的房子和地早就卖了，还不赶紧服个软？大贵心软，说不定能原谅你。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就算是你下跪求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回来。傻帽！远志，我是你德福叔，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，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怎么了，德福叔？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是听说你也在江州，我遇到了点事儿，想去你那儿住几天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当然可以。您在哪儿？我今天休息，正好去接您。我在幸福花园，到了给我电话。必须给这老头一点教训，不然分不清大小王了。就是，家务活谁不能干？哼，搞得好像我们缺了他不行似的，真是笑死人。妈，你放心，要是我爸来求我，我肯定连门都不让他进。必须借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他。娇娇咋这样？你以前多难啊，咬着牙都要让他吃好的穿好的，现在他有能力了，居然还容不下自己的亲爹。我这就打电话给报社曝光他。远志，算了，不与小人论长短。但我真的看不过去。远志，谢谢你愿意拉叔一把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，不会白吃白住的。德福叔，你要这么说我可就生气了。12岁那年我贪玩，一个人上山，不小心掉进没人管的陷阱，要不是正好遇见您上山挖军走，可能我现在坟头草都有3米高了。所以德福叔，王娇娇咱就当没养过，正好我爸妈前2年都走了，以后我给您养老。我现在做货运司机，
虽然赚的不多，但绝不会亏待您。好小子，谢谢你，以后咱爷俩就相依为命。检测到宿主遭遇极度不公，人到中年一无所有，君子系统正式绑定，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获得无限量保护产、一次极品野生剑手枚定位和一份初级体质强化永久版药剂。真是老天有眼，马上就到吃君子的时候了。有了这个君子系统，老子就能翻身了。叔，咋了？你这是要干嘛去？我昨晚想了一晚上，想出了一个能发财的办法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干了。德福叔，只要您指条路，刀山火海我都跟着您干。好，起床，跟我上山挖君子，叔带你挣大钱。德福叔，咱们在这林子里转了半天了，连个蘑菇影都没看见啊！您是不是记错地方了？跟着叔走就对了。注意注意，前方发现高密度极品剑手冲群驴，预计产量300斤。啊！这么多，还都这么大，德福叔，这些能卖多少钱啊？至少5位数。哈哈哈！干活！今天就算把背篓压断，也要把它们全挖回去。系统，要是把这些全挖走，会不会影响这座山的生态啊？不会，本系统配备善后功能，宿主请放心采摘。德福叔，这些君子应该有个300斤，你从哪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今后你跟着我，绝对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好，我等会儿就打电话跟老板说我不干了，以后就跟着您挖君子。这系统真给力，这些君子品相和个头也都没得多，保护产也挺牛的，随便挖也伤不到君子。这两人谁呀？怎么没见过？谁知道呢？估计是哪里的村民不知天高地厚，连品相都不懂，以为随便哪里挖点君子就能大赚一笔吧。等会儿把底裤赔光了，就要夹着尾巴滚蛋喽！这么大的剑手青，我没眼花吧？我去，这品相我挖了10年君子也没见过品相跟这差不多的。大爷，这些我全要了，按照市场价过秤吧。我比他多出1成，大哥，卖给我吧。这些剑手毫无疑问是极品货，个头还都这么大，我再加1成。等等，这君子是谁的？这不是咱们江州最大的高端餐饮连锁品牌寻味楼的老板吗？是啊，刘老板可是财大气粗，这大哥要发财了。完美的伞盖，没有一丝重眼，而且这香气绝对是纯正的野生极品，不管他们出什么价，我都出双倍。刘总识货，我也不漫天要价，一共300斤，市场价9万，包送货。刘福林，我让助理给你打20万，东西送到名片上这个地址就行。我待会儿吩咐人收货，大哥以后再有像这样的极品好货，记得打上面电话联系我。一定一定。恭喜宿主成功卖出第1批君子，解锁成就，奖励是君子系统升级到2星。下一个任务，到东山采摘野生极品羊肚菌。本任务完成后，可选择将采摘下来的羊肚菌鲜品变为价值更高的干品。温馨提醒，完成的任务越多，挖到的君子越值钱哦，还能解锁不同的系统功能哦。喂？什么？100多号人全要求吃纯野生极品羊肚菌？纯野生本来就少，还要求是干品，我去哪儿找这么多货？我可以。真的假的？100多只纯野生的羊肚菌极品干品哦，一向是可遇不可求。大哥，你真能搞来这么多？明天早上6点，准时交货。
大哥，你要是真能弄来，市场上1斤1000，我给你算1朵1000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2台顶配樱桃手机，充电器、耳机那些配件也都给我挑最好的来2套。德福叔，这会不会太奢侈了啊？以前我让娇娇给我买部几百块的2手智能机，她都不愿意。现在老子自己赚钱，就要用最好的。再说了，这个时代没有智能手机可不行。远志，咱俩1人1台。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用上这么贵的手机。德福叔，我太佩服您了！你刚花5万块钱买这些衣服，眼都不眨一下，我都肉疼死了。这算是投资。今晚我们一起干票大的，把刘总这单拿下，咱们就有钱买车去更远更好的地方挖菌子了。真的假的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挖菌子能赚这么多钱？那是以前有钱人少，识货的人也少，菌子不好卖。现在大家生活水平上来了，自然想找点山珍海味尝尝，这也正是我们赚钱的好时机啊！好，德福叔，那我就陪你一起干票大的。走，叔带你去吃大餐，吃饱了才能干大事。妈，祝您生日快乐，祝您长寿健康，天天开心。我和娇娇一起给您选的，足足10克，要1万多块钱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娇娇真是个好孩子。寻味楼怎么连乞丐也放进来？经理呢？经理，亲家公，你怎么这么狼狈啊？不会刚从臭水沟里爬上来吧？爸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不会是打听到我们在这儿吃饭，特地来道歉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闭上你的臭嘴！老子是来这儿消费的。真会吹！这是寻味楼，人均2、3千，把你卖了都不够在这儿吃上一盘菜的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先来，再来2只帝王蟹，2粒佛跳墙，再来3道你们这儿的招牌。就你还帝王蟹，还笑死我了！是打算在这洗多久的盘子啊？亲家，你可还没70，吃霸王餐是被拘留的。爸，你要是真饿了，可以吃我们的剩菜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行吗？用不着，老子有钱，想怎么点就怎么点。倒是你们，如果眼红我的佛跳墙和帝王蟹，等我吃完了，你们可以来舔盘子。牛皮都吹上天了，你点的这些少说7、8千，可我敢说你兜里连5块都没有，装什么大款？王娇娇，你别狗眼看人低。福德叔今天挖菌子一下子就赚了20万，20万欢乐豆吗？还是津巴布韦币？我看你们倒像是菌子中毒了，在这发疯呢。爸，快走吧，待会儿经理报警把你抓进去，我可没钱去捞你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这么没本事，连顿饭也吃不起。没错，你不仅没本事，还不配。我吃个锤子的霸王餐！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老子不差钱！这是最新款樱桃手机。爸，你哪儿来的钱？估计是上哪儿偷的呗。老头，我说你真是为老不尊，为了装逼，连脸都不要了。我偷你大爷的！给老子睁大眼睛看清楚！
这是今天刚在专卖店买的。蠢货2台，花了3万多。对，元志对我很好，我就顺便给他也买了一台。臭老头，脑子发昏了是不是？有这钱不早拿出来支援家里的房贷，居然买这么贵的东西，还送给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。爸，智能手机你用得明白吗？赶紧去把手机退了，把钱交给我来管，省得你再乱花。我再说一次，老子自己凭本事赚的钱，你管不着。服务员，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呢？刚刚点的那些菜和酒全都打包。这大堂里有狗叫，我怕得狂犬病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先生，您今天一共消费750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刷卡。一顿发了7500，爸你真疯了！亲家公，你一直没工作，钱包里能有几个子儿啊？还学人当大爷，真当自己是短剧男主，有主角光环啊！笑死人了！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吧？真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有这钱贴补家里不好吗？非得拿出来糟蹋。我一天赚20万，这7500对我来说就像75一样。再说了，这是我自己赚的钱，你们到底在狗叫什么？就是，买我们君子的人，就是这寻味楼的大老板。就凭你这个乡巴佬，亲家公，你这么死要面子，到最后吃苦的还是自己呀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正好，刚刚我爸点的那些菜全都退掉，换成现金给我。不用退，给我打包。够了！一把老骨头了，就别瞎蹦跶行吗？你知道你给我和大贵惹了多大的麻烦吗？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爸糊涂了，吹牛说自己一天赚几10万。真是丢死人了！王大哥他没吹牛，货是今早送过来的，还是我收的呢。整整300斤的野生剑手青，我在餐饮行业干了12年了，头一回见到这种品相，真是开眼了。爸，听我的，把菜退了，再去把手机退了，这20万交给我。想要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去吧！我就算扔海里，也不可能给你。爸，你挖到极品君子就是一时运气好，等手气没了，钱也花完了，你就会连饭都吃不上。倒不如交给我，起码我和大贵还能给你养老呢。就是，现在听话，退菜退手机，交出银行卡，我们2口子就勉为其难原谅你。亲家公，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有那么高的退休金，所以才拼了命的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但我们俩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，你怎么比得上我呢？都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以后我的事都不用你们管。王大哥，您的菜，以后要是再有好货，记得联系我们。我们寻味楼底子厚，多大的货都吃得下。远志，咱们走。以后再欺负我德福叔，我就给你一锤。
女士，王大哥真不是一般人，现在追出去赔礼道歉还来得及。他老糊涂，你也老糊涂了。一个要啥没啥的臭老头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德福叔，这地方也太瘆人了。跟紧我，别乱猜。我查过了，羊肚菌一般长在阔叶路下的腐殖土里，特别是靠近溪流的地方。没事儿，就是条没毒的小蛇，小心点就行。注意，注意！前方3米处发现高品质羊肚菌群落，请宿主小心采集。天哪，大夫说，这就是羊肚菌吗？没错，就是它。远志，拿剪刀来。千万别用手拔，伤了根部就不值钱了。不过这些羊肚菌怎么这么小啊？刘总不会不收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羊肚菌不是越大越好，像这里这些羊肚民大概在6到10厘米左右，才叫刚刚好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刘总要的是干货，这可上哪儿找专业设备烘干啊？廖副叔，我数了一下，除了我不小心捡坏的，这里一共有205朵羊肚菌。捡坏了咱们自己吃。走吧，下山。远志，我有人能帮忙烘干这些货，我自己开车去找他。你就别跟着了，在家休息吧。德福叔，我还是不太放心。你看天这么黑。不用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丢不了。检测到宿主已完成采摘羊肚菌的任务，现在发放奖励，为宿主烘干羊肚菌。太好了，有系统就是方便。明天我就拿去寻味楼交差。完美，这品相毫不夸张的说像艺术品。王哥，您到底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好的货源啊？山里找的，这里一共205朵。好，那就按之前说的1000一朵，一共20万零5千，给您凑个整21万，我这就让助理转你。别，给10万就行，其他的就当跟你交个朋友。以后我挖到什么好菌子都给你们送过来，你们要是吃不下，就帮忙想想办法卖给别人。别人都是抬价，你却往下杀价，我佩服。放心吧，这些羊肚菌我是拿来拉投资的。王哥，你不知道，点名吃这个的那些人可都是餐饮界的大佬，把他们吃爽了，我这寻味楼以后的资金就不用愁了。你给我送再多菌子，我都吃得下。卖不出去，我就包成员工礼盒。
恭喜宿主成功解锁2种君子图鉴，系统升级至3星，解锁新君子红脱竹孙的情报。该君子目前位于南山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我已经赚了几十万，这在以前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但这还不够，我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君君帝国，赚更多钱。村长，我想承包村后面那片荒山，500亩，签10年合同。德福啊，那片山全是石头和杂树，种不出庄稼的。你花那么多田包下来干嘛？村长，您放心，我有办法让它变成金山银山。另外，我还想在村里招一批工人，按天结工资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村里好多人正愁找不到出路呢。德福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给你办妥。德福叔，咱们真的要在这里建基地？对，不仅要建基地，还要建加工厂、物流园。远志，咱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开启产业扩张计划，触发连环任务，打造100万级军锅种植基地。任务奖励：解锁超级军种培育仓图纸。真好，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。不过我也不会种菌子啊。万能菌菇培养料配方需靠做任务换取哦，亲。那我还是继续挖菌子，明天就去挖系统说的红脱竹孙。德福叔，德福叔，刚走神了一下，走吧，咱先回家。爸，您在里面吗？我是娇娇啊，我知道您在里面。杜子叔，是娇娇，她怎么找来了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肯定是听说我又赚到大钱，想来摘桃子了。爸，您可算出来了。那天是我不好，大块脾气急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您一个人在外面受苦，我们心疼死了。是啊，爸，您年纪大了，在外面租房多不安全，还是回家住吧。我们给您留了房间。说重点。爸，听说您最近发了点小财，大贵看上了一辆新车，首付还差点，您就当帮帮我们，拿点钱出来，反正您一个人也用不着那么多。拿钱给你们买车，你们是不是忘了前几天是谁让我滚的？我的钱就算是拿去喂狗也不会给你们，滚！爸，别闹了行吗？是啊，爸，你赶紧把钱交给我和娇娇，我保证既往不咎，照样给您养老送终。怎么，见我有钱了想把我哄回去，等没了利用价值再一脚踢开？爸，你看你说的真难听，我们也是担心你啊。你这个岁数，骨头都脆了，上楼梯都费劲儿，还上什么山挖什么菌子？万一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成了植物人，那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我和大贵已经想好了，你还是回家住。正好连翘想你了，你也能帮我们带带孩子，剩下的这几十万刚好够我们还清房贷和新车首付。以后咱们一家人还和以前一样在一起。剩下这几十万给你们，然后我再回去继续当保姆伺候你们，吃剩菜，带孩子，做家务，过猪狗不如的生活是吧？你们俩算盘珠子都蹦我脸上了。大不了我和大贵让你上桌一起吃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吃剩菜了。我允许你每周吃1次鱼腥草，这总行了吧？我可去你的吧！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完蛋玩意儿？
实话跟你们说吧，钱我拿去包荒山了，现在我沟里半毛钱都没有。爸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宁愿把这笔钱拿去包荒山，也不包我和大姑。王娇娇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会给德福叔养老。至于你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就和这个穷光蛋过一辈子去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大贵，我们走。胡德叔，合同不是还没签吗？你怎么骗他们说你已经没钱了？他们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不撒点谎骗他们，他们今天还能善罢甘休吗？都怪你！当初非要跟老头说那么绝，骗不回来了，老头骗不回来了。别说的你好像没份儿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哪知道这老东西变化这么大？以前在家里屁都不敢乱放，现在居然这么硬气。现在钱没捞到一分，家里还少了一个干活的人，以后孩子谁带，家务谁做，饭谁煮？不着急，一座鸟不拉屎的荒山而已。等老家伙赔了个底朝天，自然会回来求我们。德福叔，这真有你说的红脱竹孙王吗？咱们一路过来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而且我怎么觉得这山看起来有点吓人呢？放心吧，红脱竹孙可娇贵了，挑地方，挑气候，这里常年不见太阳，湿气重，绝对能挖到极品。元志，想不想发财？想，我想娶隔壁村的小红当老婆。那就得努力赚钱。走，跟叔进山，把这批红脱竹孙拿下。好，为了小红，老子拼了！检测到前方南山原始森林深处，预计有极品群落出土，请宿主注意采摘手法，采摘教程已发送。德福叔，咱们都转悠快2个小时了，除了几朵普通的牛肝菌，连个红脱竹孙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再说了，这老林子也太深了，吓人的很。好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找？你仔细看脚下这片腐殖土的厚度，还有旁边这些青冈树的树龄，我估计就快找到了。精准扫描完毕，前方10点钟方向，3棵百年青光树根部下方半米处发现极品红脱竹孙群落，预计最低出土品质为特级。找到了，极品红脱竹孙，待会儿全带回去，用系统弄成干货，这次赚大了。宇智，你快过来看。哇，这么多，而且个个都有我的手掌那么长，好白，而且它的菌群像蕾丝一样，这也太好看了。德福叔，这些能卖多少钱啊？鲜货价格一般，极品干货400-500一斤。那还等什么？咱这就开始采吧。待会儿装满这2筐，您继续采，我负责运到山下的车里。好，来，小子，你先看好书是怎么做的，记住，不能用蛮力，得用巧劲儿。我的老天爷，德福叔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一点破损都没有，简直像工艺品一样。这就叫专业。这玩意儿可娇贵了，稍微磕碰一下，身价就得跌一半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继续摘，注意不要整丛拔起来。今天咱爷儿俩就把这片山头的好货全收了。怎么样了？附近的商家我都问遍了，也跑了好几个村子，就只找到了不到半斤的野生红脱竹孙。这玩意儿太难得了，商家说基本一上市就被秒了。这次从云州来的富商指明要吃野生的红脱竹孙，大几十号人，至少也要几10斤。谁有资源，谁就能拉他们入席。这可是咱酒楼品牌走出江州的大好机会。我们的几家竞争对手也在高价收购红脱竹孙，可咱们现在只有不到半斤，根本不够。
看来这破天的富贵咱们是接不住了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到。王哥，你一定要给我留着啊！小慧，现在和我去一趟城中村，你再叫一辆拉货的车过去，速度要快。刘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还在处理菌子呢。这次的货超级顶。王哥，你真采到野生红脱竹荪了？那还有假？有20斤吗？20斤？刘总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德福叔？货都在屋里，还没过秤，我还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。天啊，王哥你也太牛了！刘总，您是识货的人，这品相我就算不说，您肯定也看得出来。这少说也有20厘米，菌柄直径也大，完整无破损，看着也没什么杂质，是极品中的极品。弄成干货，估计能卖到500一斤。这样吧，王哥，1箱5万，我全收了。小慧，清点一下，然后按老规矩把钱打给王哥。什么？1箱5万？刘总，您给的太多了，这一箱撑死5斤，就算弄成干货，也最多5000块呀。王叔，上次你带来的那些野生羊肚菌，帮我们集团拿下了好几笔年入1000万的长期订单，这是我们刘总在报答您呢。跟您透个底，这些红脱竹荪我是要拿去给从隔壁云州来的富商的，这是我们集团向外扩张商业展图的第一步，是绝对不能有差错的。所以，这次你真的又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你不收就是不想帮我，我可是会不高兴的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放心，你放货，这些货我保证小心处理，鲜品是什么样，干品就是什么样。就你和远志2个人能弄到猴年马月去，直接装车。我手底下有专门处理这个的团队，已经处理的这些，你们自己留着尝个鲜。清点完了，王叔，一共120万已经打到您卡上了。王哥，我还有个礼物要送你。这辆越野皮卡我买来就开出去了2、3次，然后就再也没开过了，停着也占位置，给你开吧，这样你去哪儿都方便。不行，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能要。不是给你，是给你用。等你以后买更好的了，再还我。王叔，我们刘总名下有好几十辆比这好的豪车，平时那些场合真不开这辆，车长时间不开是会报废的。您就当帮刘总一个忙，安心开走吧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车这玩意儿和新鲜菌子一样，菌子摘了之后放着不吃是要坏的，车不开也会容易坏。他这是怕我不收，故意把车身弄脏了，真是有心了。那个，我得回去处理那批红脱竹荪了，先走一步。王叔好有男人味，还有本事，我要是和他一个年纪，绝对被他迷得死死的。再胡说八道就扣你工资。志远，来车库，我给你看样好东西。好的，德福叔，我马上就来。德福叔，我查过了，这车落地价起码30万，也太有排面了。刘总人也太好了。走，先回去，咱们是时候来个鸟枪换炮了。这不是远志和王德福吗？2穷光蛋居然开上这么好的车了。不是说王德福被他女儿女婿一家赶出来了吗？确实是，但后面好像听说靠挖菌子卖给学妹楼发大财了。我上次还听村长说，王德福还想包村后头那座荒山呢。真的假的？荒山能干啥？钱大发，你赶紧把这破房子卖了，再去找亲戚朋友借点，凑钱给儿子买婚房，否则咱俩就别在一起过了。现在大家都去城里住小区了，谁还来买农村房子啊？我不管，现在女方那边说了，不买房不结婚，除了这间老房子，我们上哪找钱给儿子凑首付？
王哥，你咋来了？大发，这房子当初卖你15万，现在我想买回来。什么？我不来徐的，30万。好，我们答应。王德福，你可不许反悔。我多嘴劝你们一句，只拿出一部分给你们儿子凑首付，剩下的钱自己拿着，在村里再买一间房。万一那天儿子儿媳给你们脸色看了，你们还能有片瓦遮雨。德福叔，咱们真的要盖别墅啊？当然，不仅要盖，而且还要盖最贵最好的。老子不想再回城里看人脸色，以后我就在村里再也不走了。我不要吃外卖，我要吃外公做的饭。你外公不要你了，少在家里洗吧。王娇娇，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？这屋子都馊了，我进门就闻到一股泔水味儿。你看看这堆外卖盒都长绿毛了。你不是有手有脚吗？自己收拾啊！我又不是你请的保姆。我收拾？我一天累死累活上班挣钱，你连个饭都不做，垃圾也不扔，家里跟猪窝一样。我上班就不累啊？你没长手，不会自己做饭啊？再说了，这屋子是我一个人住的，你没份儿。我说错了吗？你自己看看，以前你爸在的时候，好歹地板是干净的，饭菜是热的，衣服是叠好的。现在呢？我今早上班找了半天，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，最后穿着这件馊的去了公司，被同事问是不是家里洗衣机坏了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怀念有免费保姆的日子？我爸在的时候，你连吃个鱼腥草都不让，现在人家走了，你知道不方便了，活该！你少翻旧账，当初赶他走你也有份儿。你现在装什么孝顺女儿？我不管，反正你赶紧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就去请个保姆。请保姆？你有钱吗？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？房贷车贷一扣，还剩几个钱？我看，干脆你把你妈喊来，反正你妈在家闲着也不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让我妈来当保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妈身体不好，不能劳累。那我爸就该劳累。周大贵，你太双标了！你妈是人，我爸就不是人了。你怎么不心疼心疼我爸？就凭我妈是知识分子，一个月退休金1万，想让我妈来也行，你每个月得给她5000感谢费。凭什么？凭她是我妈，咱们当然要对她好，不然我这个做儿子的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你疯了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你那个疯爹一模一样。娇娇，你看看这个家像什么样子？元宵天天吃外卖，脸都黄了。要么想办法把我爸哄回来，要么你出钱请保姆，要么把你妈叫来。你爸那边还哄得回来吗？咱上次去都被他赶出来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爸那个人念旧情，只要我放下架子去认错，他不可能真把我扫地出门。毕竟我是他亲闺女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明天就去。上次遇到村里人，听说他盖了一间3层的小洋楼。我这个当闺女的去看看他，天经地义吧。我就不信了，亲父女还能有隔夜仇？小时候他多疼我，我不信他真能狠下心不认我。哇，刘总，王哥这别墅盖得太洋气了吧？您看这落地窗真漂亮。确实不错，没想到王哥的审美这么好。刘总，你说王叔怎么这么厉害？这哪像个农村老头盖的房子啊，分明是哪个建筑设计师的作品。
你看这么浪的食材，不是便宜货。这房子盖下来，少说花了几十万。我得拍下来给我爸妈看看，让他们也学着点儿。我爸要是能有王叔一半的审美，我们家也不至于装修的像舞厅。刘总来了，快请进。王哥，你这房子盖的可真漂亮。我刚才在外面看了半天，简简单单的，但是每一处都很用心。刘总过奖了，就是随便盖盖，结实能住就行。德福叔太谦虚了，这房子的图纸是他自己画的，找设计师改了3次才定稿，连设计师都问他装了几套房子，居然这么有经验。王哥自己画的图纸，你以前学过设计？哪有，就是看多了盖房子的，自己瞎琢磨。我年轻时候在建筑工地干过一段时间，没事就看人家设计师怎么画图。后来又在城里住了几年，看人家那些高档小区怎么盖，取其精华呗。再说自己住的房子哪能让别人瞎弄？王叔你也太牛了，看多了就学会了。这学习能力比我们这些上过大学的都强。你说笑了，就是个熟能平巧。走，别站门口了，里面坐。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来。今天一早我和远志去镇上买的菜，都是新鲜的。王哥啊，你还真是够全能的，就连做饭也这么好吃。那可不，我德福叔在外是君子王，在家是厨王，哪个女人嫁给他，绝对有享不完的福。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王哥啊，你这2个月交了6趟货，所有货加在一起价值170多万，图吉利凑个整188万打你卡里了。短短几个月赚了几百万，王叔你真厉害，我都想跟你上山挖军鼓了。爸，听村里人说你发大财盖洋楼了，我来给您暖房。谁让你进来了？爸，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知道错了。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父女，你怎么能记我的仇呢？也是，想要多少，说个数吧。我就知道您最爱我了。50万，不，100万吧。我想换个大平层，到时候接您去享受天伦之乐。这房产写的是我和远志的名字，跟你王娇娇没半毛钱关系。爸，你宁愿把钱留给一个坑父母的扫把星，也不给自己的亲女儿，你还是人吗？今天家里有客人在，你别逼我动手。客人？什么客人？这是你一样的女人吧？有钱了就学人家玩包养，要不要点脸啊？爸，你对得起我死去的妈吗？爸，你真行啊！年轻时候死了老婆不娶，现在老了反倒学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了。王娇娇，我给你3秒钟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怎么被我说中痛处了？爸，你别忘了，就算你现在不认我，你死了之后，我照样是第1顺位继承人。你这别墅、车子、存款全都有我一份儿。你再说一遍试试！你放开我！你个扫把星，克死自己爸妈还不够，还想来抢我家产是吧？你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王伯伯，你会后悔的！等你老子动不了的时候，看谁来管你！就指望这个可怜可妈的扫门星吧！刘总，您是不是在想王叔那个女儿的事？是啊，真是造孽！王哥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教出这种女儿？要不是王哥有点本事，估计现在还在看人脸色过日子呢。刘总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王娇娇好像是咱们集团底下的盛达食品的员工。你确定你没记错？去年年底我去盛达开年度总结会，有个女销售经理特别活跃，到处敬酒，好像就是叫王娇娇。马上给我查，
没错，刘总，王娇娇是盛达食品的销售经理，她老公周大贵则是信息部的主管。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工作上难免不会动什么手脚。小慧，你现在就给盛达的负责人打电话，让他好好查查这两个人。明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刘总，盛达那边查清楚了，王娇娇从3年前开始吃回扣，每单薅走几千到上万，累计金额超过80万。周大富更过分，职场霸凌、打压下属，还私自挪用部门经费，至少30万。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转账流水、聊天记录、证人证验全在这儿了。盛达的负责人问要不要直接报警，不急。小慧，已通知盛达的负责人，给王娇娇和周大富升职加薪。什么？刘总，我不明白。命运若要摧毁一个人，总会先让他陷入盲目的自大与狂热之中。现在抓他们，顶多判个3、5年。我要让他们先尝到甜头，然后从云端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小辉，咱们集团最近是不是在城东开发了一个新楼盘？对，紫金府，下个月开盘，以内部价卖一套最大的给王娇娇和周大富，就说这是集团对优秀员工的奖励。我明白了，您是想，您这招太高明了。经过集团总部研究决定，王娇娇升任销售总监，周大强升任信息部经理。你们两个年薪都涨到100万，年底还有分红。赵总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们两位是公司的骨干，集团总部很看好你们。另外，集团最近在城东开发了紫金府楼盘，作为对优秀员工的奖励，可以给你们一套内部价的房子，200平的大平层，市场价500万，内部价只要200万。200万，这便宜太多了。这是集团对你们的认可，希望你们继续为公司做贡献。谢谢赵总，谢谢集团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老婆，咱们这下发了，升职加薪，还能买到内部价的房子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我就说我爸那个扫把星走了之后，咱们的运气就好了。什么内部价的房子？妈，集团奖励给我们的200平的大平层，市场价500万，我们只要200万就能买下来，便宜这么多，快买快买！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能卖100万，再贷100万，以我们俩现在的工资来说，完全没问题。对，买了新房子就把妈接过来住，以后让妈享福。那是，我儿子有本事了，我当然要来享福。远志啊，你跟我挖这么久的菌子了，我赚这么多，却每个月只拿1万给你，你会不会埋怨我？不会，德福叔您管我吃还管我住，还给我钱，别说1万了，就算给我3000块我也乐意。远志，这个给你。德福叔，这是什么？分红66万。德福叔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远志，你听叔说，这些日子你跟着我上山下沟，早出晚归，这些钱是你应得的。你不是说要娶隔壁村的小红吗？拿着这钱去提亲，给人家姑娘一个风光的婚礼。您真的比我亲爹还亲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。恭喜宿主解锁新工种黑松露，坐标已发送。温馨提示：黑松露生长在地下，需要仔细寻找。极品黑松露干货市场价可达美金上万元。黑松露，这可是菌子中的黄金啊！正好筹备荒山基地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这批货来得太及时了。前方10米处，3棵老橡树根部下方
发现高密度黑松露群林，预计产量45斤，其中有一块松露王，重量超过3斤。远志，就在那边，跟我来。黑松露就长在这下面。恭喜宿主成功挖到松露王，解锁新菌种白松露。白松露系统真是太给力了，这下荒山基地的资金就彻底不用愁了。这就是黑松露吗？长得跟石头似的。行了，继续挖，这里肯定还有。德福叔，咱们挖了多少？45斤，挖出的第一块最大，至少3斤，绝对是松露王。德福叔，这45斤黑松露能卖多少钱？极品黑松露干货，市场价少1万1斤。走吧，下山，把这些送到寻味楼去。刘总肯定高兴坏了。天哪，这么多黑松露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。王哥，我做了这么多年餐饮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黑松露。我也是运气好，一下子就碰上了。这块松露王，我出100万。什么？刘总，您别开玩笑，这一块顶多3斤，市场价也就4、5万。王哥，你不懂，这么大的松露王放在欧洲都是拍卖级别的，我把它放在寻味楼当镇店之宝，光是吸引来的客流就不止100万。小慧，转账。刘总，涨好了，这些黑松露加松露王一共150万。刘总，您每次都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王哥，咱们是合作伙伴，哪用得着什么好不好意思？说真的，你这回回出手都有顶级货给我，我是真服了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希望哪天你的运气再好点，挖到白松露，我们寻味楼的名气就能响遍全国了。白松露比黑松露贵很多吗？黑松露虽然珍贵，但白松露更稀有，价格是黑松露的3到5倍。1斤白松露干货至少3万起步，而且有钱都买不到。话说回来，王哥，你这批黑松露来得太及时了。下个月我要参加省城的农产品展销会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展销会？对，哎，你要不要去？听原指说你准备包荒山建基地，肯定缺合作商，到时候我帮你租个展位，你在展销会上把你挖到的菌子一摆，订单肯定多到够吃1整年。刘总，谢谢，那就拜托您了。咱俩就别说谢了，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，就叫福记野生菌。精准扫描完毕，前方20米处，白桦树和橡树混交树下，发现白松露群。元志，这次咱们要发大财了。德福叔，怎么了？嘘，前面有白松露。白松露就是刘总说的那个比黑松露还贵的。对，走，跟我来。这就是白松露，长得像姜一样。傻小子，白色钻石居然被你说成像姜，你知道吗？我查过资料了，极品白松露干货市场价每斤3到5万元，居然这么值钱！天哪，那咱们这一块能卖多少钱？这一块至少1斤，市场价至少3万。继续挖，这里肯定不止一块。德福叔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共35斤，35斤白松露，按市场价至少100万。不过这批货我不急着卖，先留着，等展销会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肯定能一炮而红。
这品相，我在军工行业干了15年，没见过这么大的。这是白松露，江州居然能出白松露，真的假的？各位老板，福记所有菌菇都来自江州江参山纯野生。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，可以过目。各项指标全合格，优良良率98%。王老板，你们月产量有多少？能不能稳定供货？野生菌受季节影响不固定，我的菌菇基地正在筹备中，建成后就能实现全年稳定供货了。王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省城的李总，他可是省城高端餐饮的龙头。王老板，你的菌菇品相在这个展会上是独一档的。我们公司每年菌菇采购量上百吨，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，回头细聊。妈，以后你就搬过来跟我们住，孩子和家务都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我和娇娇每个月会多给你1万块。儿子，你跟娇娇最近又是买包买表又是换车的，会不会开支太大了？妈，我们家现在年收入可是200万，就这点东西算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我们的身份。也是，咱们家以后就是精英阶层了，自然要有精英的那些装备。要不是王德福那个老东西一毛不拔，咱们家只会比现在更有钱。行了，妈，桂姐刚发消息说我订的一块表到了，先走了。没想到王德福那个乡下人，居然真的咸鱼翻身了。现在我反而成为全家收入最低的了。网上认识的那个老师看盘真准，可惜只买了5万，才赚几千块。如果我买100万，岂不是能日入10万？投200万就赚20万。德福叔，18份意向协议。那个李总还说下个月要来咱们基地考察，还有个外商白松露开了5万块一个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大老板围着一个展推转。还有好多人问咱们有没有网店，说要长期订货。展销会只是第一步，回去以后得一个个打电话跟进。有些人就是来逛展会的，口头说的好听，回去就忘了。王哥说的对，意向和订单之间隔着10万8千里。不过你的展位能吸引这么多人，说明展品本身过硬。后续跟进做扎实了，转化率不会低。刘总，这次多亏你帮忙，展位位置、引荐客户，要是我自己来，估计连门都摸不着。咱俩谁跟谁呀？你的菌子品质好了，我的寻味楼也有面子。对了，展销会之后你的产能跟得上吗？要是这意向协议有1半转化成正式订单，光靠你一个人上山挖，肯定供不上。所以我准备回去就启动基地的建设，先把烘干房和1期培育仓建起来，野生采挖和人工培育2条腿走路。那等你建好了，我带工程师过来帮你看设备。18份意向协议，有6家值得重点跟进。省城的李总意向最强，可以先约时间上门拜访。展销会这趟没白跑，名气打出去了，意向也签了，接下来就是建基地搞产能的事儿。明天就去找村长，把荒山合同签了，烘干房和培育仓的图纸已经画好了，签完合同就开工。德福，你上次说的承包荒山的事儿，镇里已经批了，500亩10年，每亩年租金200块，10年一次性付清，总价100万。合同在这儿，你看看。德福啊，上次我就劝过你，那片山全是石头和杂树，种啥不长，
村里之前有人不信邪，在那片山上种果树，赔得血本无归。村长您放心，我不是去种庄稼的，我种的是菌子。菌菇不需要好土，需要的是合适的环境和菌种。那座山的地形、水源、朝向，我都上去看了好几趟了。每一面坡的日照时间，每一道沟的水源走向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，心里有数。既然你有把握，那我就不拦你了。不过你要是真把那座黄山搞活，就真神了。那片山荒了多少年了，从来没人想过能靠它赚钱。村长，合同签了，下一步就是动工。我先招50个工人，要能吃苦的，日薪300，当天结账，家里有困难的优先。300一天，德福，你没开玩笑？工地搬砖才150，你要是真给300，村里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，我一个电话全给你叫来。有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不把活当活做，当天结账走人，谁来求情也没用。你放心，我亲自给你盯着。谁要是偷奸瓦滑，以后村里的福利分红全给他扣了。老李，这边地基再挖深半米，培育仓的地基必须打牢，以后里面要放几10吨的设备，地基不扎实会出大事儿。德福叔，那边的石头太大了，人工挖不动，铁镐敲上去都冒火星子了。别急，碎石机下午就到，你们先把石头周围的土清出来，碎石机来了直接打碎。德福啊，我当了20几年村长，啥时候见过咱村这么有干劲儿的场面？你是真给咱村长脸了，村长。这只是开始，等基地建好，还要建加工厂、物流仓库，到时候少说要上100个工人，不光咱村，周边几个村的劳力都能用上。你让大伙放心，只要肯干，活有的是。德福叔，1期培育仓的地基这周能完工，烘干房的选址定了，下午开始挖地基。工头说天气好的话，2个月主体能封顶。2个月太慢了，跟施工队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加人手，把工期压缩到40天。明白。我下午就跟工头谈，加人的话，虽然工钱会超预算，但应该能抢回来半个月。超一点预算没关系，但质量不能降。培育仓是菌菇基地的心脏，这个环节不能省。德福叔，以前我给人开车，老板说啥我干啥，从来不想为啥。现在跟着您，我学到的东西比前20年加起来都多。您放心，工地这边我24小时盯着，绝不掉链子。以后基地建起来，你得学管理，光会挖菌子不够，得学会管事管人。你还年轻，前途大着呢。德福叔，1期培育仓全部调试完毕，温控和加湿系统运转正常。烘干房昨天试运行了一批野生木耳，品质没问题，可以正式投产了。好，走进去看看。德福叔，设备是齐了，可是菌种从哪儿来？咱们总不能把山上的菌子挖过来种吧？这段日子我在山上跑的时候，一直在琢磨人工培育的事儿。腐殖土、木屑、米糠，再加上几种微量元素，按一定比例配比发酵，就能做出培养料。出菇了，德福叔，这才18天就出菇了。真是不枉我前几个月那么拼命上山挖菌子做任务，解锁出来的这个菌菇培养料配方果然好用。平菇本来就长得快，18天出工是正常速度，后面几批羊肚菌和竹荪才是真正的考验。那2个品种对温度和湿度要求苛刻，稍有不慎就全军覆没。德福叔，你放心，这些数据我都记着呢，每天早上来查一遍，中午查一遍，晚上下班前再查一遍，绝不马虎。好小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承包费100万，1期65万，日常运营又花了几十万，前期攒的钱花的差不多了。培育仓刚投产，产量还没上来，展销会那些意向订单要转化成回款，还得等一阵子。眼下账上这点钱得精打细算过日子。2期必须上，不然产能跟不上。
等2期投产，产量上来，展销会那些意向协议就能落地变成正式订单。但眼下这2个月，账上这点流动资金只够维持日常运转，2期的钱还没着落，得想办法。村长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？镇里新规，承包费不是已经一次性付清了吗？还要补缴荒山开发保证金100万，1个月内。承包费100万，刚付清，1期建设又砸了60-70万，账上这点流动资金，连工人下个月工资都紧巴巴的。这个节骨眼上哪儿再找100万？银行贷款来不及，私人借贷更不现实，系统也很久没出现了，1个月时间太紧了。难道这就是我王德福的命吗？王哥，1期运转的怎么样？出果率90%以上，烘干房也跑顺了，第一批干品已经发给本地餐馆试销。王哥，你今天不太对劲儿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昨天接到电话说要补缴荒山开发保证金100万，1个月内交齐，承包费一次性付了100万，1期又砸了60-70万，账上流动资金只够日常运转。2期本来想接着开工，现在得先缓缓了。还差多少？保证金100万，加上2期预算80万，缺口不小。王哥啊，我投200万，占1成股。刘总，200万不是小数目，连什么时候能回本我都不知道。你的基地从零到有，每一步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看得出来谁值得信任。把钱投给你，我放心。我看的不是现在值多少，是以后值多少。你这基地将来要是成为了整个江州的军租龙头企业，1成股够我赚了，怎么样？刘总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王哥，咱们之间没必要整这些虚的。钱明天到账，先把保证金交了，2期该开工开工。德叔，2期下个月就能投产，等2期满产，咱们月营收破100万不是梦。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什么？多少包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德福说，1期培育仓出事了。今天早上巡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整排菌包长了杂菌，已经蔓延到旁边2排，初步估计感染了将近1/3。德福叔，我们是严格按照操作手册来的，温度和湿度都控制在标准范围内，流程一样没少。今早巡查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这一排全发霉了。不怪你们，杂菌感染的原因很多，先查源头，把感染菌包全部隔离，搬到外面集中处理。没感染的菌包全部检查一遍，有早期迹象的也隔离。德福叔，这批感染的菌包本来是下周要出霉的，一下子损失1/3，意味着接下来1个月的订单有将近30万的货交不上。本地餐馆还好说，省城那几家刚签的采购商，第一单就延期，人家会怎么想？把感染的菌包样本送去化验，查清楚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。在查清楚之前，1期剩下的菌包加强巡查频次，2小时查一次。德福叔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是绿霉菌感染，源头不在咱们培育仓里，在培养料的发酵环节。从明天开始，让采菌队加频次，每周上山3趟，野生采挖的量拉上来，暂时补培育仓的缺口。是。你跟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解释，不要找借口，直接告诉人家菌包出了质量问题，正在全力解决，交货期推迟2周。如果他们等不了呢？那就把预付款全部退回去。德福叔，直接说实情，他们会不会不敢合作了？瞒着才会。质量问题你瞒1次，客户记你1辈子。出了问题主动告知，全力解决，承担损失，反而让人信你。去办吧。
王哥，省城那边的风声你听说了没有？什么风声？不知道谁把你们菌包感染的事儿传出去了。省城几个采购商私下里在传，说你们的生产环节有漏洞，品质不稳定。有2家本来还在犹豫的，现在直接说不考虑了。消息怎么会传这么快？我们昨天才发现的问题，今天省城就知道了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我们怎么应对。刘总，省城那边麻烦你帮我传个话，福记的菌包确实出了质量问题，但我们已经查清了原因，正在建室内发酵车间，从根上解决。2周后，第一批新菌包出工，欢迎任何采购商随时来现场抽检。另外，所有受影响的订单全额退定金，等新货出来优先供应，价格按老合同执行，1分不涨。放心吧，王哥，我会帮你去说的。德福叔，这次的事儿是我的责任。发酵那几天正好是我第2期最忙时候，1期这边疏忽了。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有漏洞咱就补漏洞，不要太自责。德叔，我确认过了，感染菌包全部销毁，没感染的已经隔离检查2遍，都没问题。培育堂今天上午做完第3轮消杀，下午可以重新接种。发酵车间的地基昨晚连夜挖好了，施工队说5天之内能把主体搭起来。5天太长，跟他们说加人手，加班费我出。3天之内，发酵车间必须能投入使用。外面堆料全部用防雨布加盖，每2个小时测一次料堆内部温度，低于标准温度，立刻翻堆。福哥，这次的事儿我们几个都有责任。那天夜里下雨，我们偷了个懒儿，没出来加盖防雨布。您罚我们吧，扣工资也行，千万别开除我们。罚你们能把损失补回来。你们把这次的教训给我牢牢记住，接下来努力工作，争取将功抵过。好，行了，去准备下午的接种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苑志这小子平时就跟饿死鬼缠身一样，怎么今天死活不跟过来吃饭？看来远志这小子以后能干大事呀。刘总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外公，早知道出门前就看看黄历了，真是晦气。你，臭老头，我前2天可听说了，你的菌子出问题了，货供不上了。不是我说你一把年纪了，学人创业，吃到苦头了吧？豪车、名表、200平的大平层，当初只要你低头道歉，就能享受这一切。现在你就是把肠子都悔青也没用了。之前靠运气赚的钱是不是都赔光了？难怪穷的只能吃路边摊了。说够了没？哟，好霸气，我好害怕啊！怎么了，老头？破防了？亲家公有空还是多看点书吧，不然这辈子是没办法出头了，只能赚点辛苦钱过苦日子喽。王哥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不像某些人打肿脸充胖子。你个老女人，快闭上你的臭嘴巴！这老头马上就养不起你了，你还在这犯傻呢？赶紧趁机捞一笔，怎么得一个性子？都给老子滚！臭老头，你发什么疯？再不走，就别怪我动手了。儿子，咱们不跟这种没素质的人计较，有失身份。先走吧。你有种，等你变成流浪汉的时候，可别来求我收留你。老天怎么还帮这种没良心的玩意儿，还让他们一夜暴富了？老天帮谁还不一定呢，王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啥意思啊？
德福叔，刚接到电话，那6家受影响的客户有4家说理解，愿意等新货出来，有2家要退定金，已经安排财务退了。退定金的全额退，1分不少。交货的时候每单多加5%的货，当赔礼。远志，让采菌队继续保持每周上山3趟，发酵车间投用之前，野生采挖的量必须拉上来，不能再出任何意外了。明白。菌丝萌发速度比上一批快，照这个势头，10天左右就能出菇。发酵车间也完工了，昨天试运行了一批料，内部温度全程稳定，没有杂菌检测出来。露天堆料最怕下雨降温，现在全程可控，杂菌没机会冒头了。技术漏洞堵上了，管理上的也得堵。修订的吹查制度呢？放心吧，德福叔，发酵、接种、出菇、烘干4个环节，我全部设了专人，每天3查。查完签字，谁签字谁负责。发酵车间还装了个温度报警器，温度一掉就自动响。可以，从今天开始按这个制度执行。你自己每天至少抽查1次，结果要记录保存好。德福叔，之前退定金的1家客户打来的，他说听说咱们3天就把发酵车间建好了，想重新下单，问还接不接？接，老价格不变。顺便告诉他，新货品质会比以前更稳定。德福叔，之前愿意等的4家客户，新货已经发走，每家都多给了5%，回头的那家也发了货，刚接电话，他们夸这批货品质比之前还好。这次的事儿算稳住了，但光靠给餐馆供菌子，人家一句闲话订单就晃，咱们得想办法把客户面拓宽。您的意思是？上次展销会上有几家做干货批发的，对咱们的干品很感兴趣。你理一份名单出来，这2天我亲自跑一趟省城，一家一家上门拜访。明白。那加工车间的菌菇酱试产，要不要也带上样品？带上。以后咱们福记的产品线分3条，鲜菇、干品、加工，3条腿起路。谁也办不倒咱们。德福叔，咱们这一批出果率97%，比出事前还高了2个点。烘干房已经在处理第1批了，品质全部达标。王哥，省城那边之前犹豫的几家，听说你新货出菇了，有2家主动打电话来问排单。刘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打算这2天跑一趟省城，把展销会上那几家干货批发商挨个。我想过了，不能光靠餐饮圈子，我们要把思路打开。省城干货圈子我熟，我给你引荐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另外，加工车间的菌菇酱试产样品出来了，你帮我尝尝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好，待会儿就看看。如果品质过硬，寻味楼第1个订货。刘总，要不顺便请省城那几家还在观望的采购商来基地看看，让他们进培育仓、进发酵车间，现场看、现场问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先等我把省城跑完，回来就安排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你打算哪天出发？我让小慧安排。等我把基地这边的事安排妥当之后，就和你说，我们一起去。不愧是大老板，这盘功劳就是气派。李总可是省城餐饮的龙头，这些排场当然不会少。请进。李总，我今天给你介绍个人，福记菌业王德福。原来是王总，最近倒是听过不少关于你的消息。我听说你们前阵子遇到点麻烦。李总见笑了，确实出了一点事儿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能解决说明有本事，不过做生意光有本事还不够，还得东西够好。李总说的对，所以今天我专门带了样品过来，请您品鉴。
这也是你们生产的？刚试产不久，这味道还真不错，菌香味很浓，后味也干净。寻味楼已经在试推了，反馈非常好。东西确实不错，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产量。李总，您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说。如果合作，菌子每个月至少1吨，菌菇酱每个月1000份起步，你能保证稳定供货吗？只要提前安排生产计划，我们接得住。展销会回来以后，不止你一家找过我，但我为什么一直没下决定？因为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这样吧，3天后我亲自去基地看看，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，这个合作咱们可以谈。好，那就说定了。也欢迎李总多带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去。当然没问题，3天后见。比想象中顺利，李总这个人出了名的难打交道。不过能让他主动去基地，已经成功1半了。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我马上叮咛远志再多检查几遍。李总，我说句实话，一个农村基地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也是给你面子，不然这么远我都懒得来。先看看再说，眼见为实。李总，咱先去1期培育舱，这边请。这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得多，品质确实比我之前在别家见过的还好。出股率呢？95%以上，稳定3个月了。这是我们的烘干车间，颜色不错，香味也浓。返货率多少？0，没有客户退货。0退货？我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没退过货的。我也是刚开始，不过以后会拼命努力，争取一直不破0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尝尝菌菇酱，尝尝我们的菌菇酱。王总，基地和产品我们都看过了，确实比预想好。不过合作归合作，价格还是得按你之前和我说的价格打6折，怎么样？这个价格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个价格已经远远低于成本价了。我要是真接了，就得从原料下手缩减成本。赔钱的买卖我不做，砸招牌的买卖我更不做。如果觉得福记不值这个价，今天这单可以不签。王总，我刚才故意压价试你。现在很多人今天降成本，明天降品质，我最怕遇到这种合作伙伴。你坚持底线，让我放心。我定15吨，我定10吨，我这边20吨，签吧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感谢各位的信任。你们看这个新闻，福记菌业最近又签了大订单。哎呀，就是那个王德福，不是之前还在江州小基地吗？现在居然做到省城了。听说他们现在还扩建厂房呢，省城市场也打开了。也就是运气好。再说了，好不好吃有没有市场还不一定。据说老板是个中年人，没想到中年人创业居然这么猛。王哥，又有2家连锁餐饮主动联系我，说想和福记菌菇合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合同都准备谈了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合作谈成才算。王哥，你就不能激动一下吗？我这岁数了，见得多了，高兴太早容易失望。落地之前，一切都得稳着来。德福叔，上个月营收出来了，多少？比上个月翻了3倍。总算没白努力。照这个势头，今年还有希望再上一个台阶。哈哈哈哈，有志气！你待会儿让财务给所有员工发1000块奖金，记得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今天就发工资了，整整10万啊！待会儿下班就去逛街。哼，臭老头中菌子只是一时风光，那天资金链断了就得欠一屁股债了。不像我可是大厂员工。赵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王娇娇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邵总，我胆子小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吓我了。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？赵总，我工作上没出错啊，我才刚升职，您凭什么开除我？
公司查到你吃回扣吃了80多万，证据确凿，你等着收法院传票吧。赵总，您帮帮我，我每个月要还6、7万的债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！王娇娇，你这是自作自受，老天爷来了都帮不了你。我们集团会把你的所作所为写成通告发布。我告诉你，你算是在这个行业混到头了。大贵，不好了！赵总不知道从哪知道我吃回扣的事，把我开除了。你也被开了？你今天发工资了吧？快打6万块钱给我，我先把信用卡还了，不然就逾期了。我也被开了，我还想找你拿点呢。咱俩都没工作了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还有日常开销，这些可都要怎么办啊？只能找我妈了。之前听我妈说，她炒股一天最少赚10万，让她拿点出来接济我们吧。儿子，快，给我打100万，我要补仓，我要抄底。妈，别急，你先说清楚为什么要补仓啊？那个教我炒股的老师是骗子啊！他给我推荐的股票就涨了3天，后面跌停，又跌停了，300多万啊，全打水漂了！妈，你疯了？你哪来的300多万？之前养老金存的70、80万，咱家的房子拿去银行抵押了100多万，又用手机各种软件贷了100多万。儿子啊，我不活了！都怪你，怎么不拦着你妈？还有你，不要脸，还吹牛一天赚10万。现在好了，这么多钱我们家真完蛋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重要的是房贷、车贷这些咋办？还不起钱，车子、房子都得被银行收走，我们一家人就得睡大街去。大平腾是住不下去了，只能换小房子了。家里哪还有钱换房子啊？我爸不是还有个小别墅吗？而且上次我偶然得知我爸搞了个菌菇种植基地，现在有好几笔大单子呢。咱们这点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省省吧，你爸每次见了咱们都一肚子火，怎么可能帮我们？他要是不管我，我就吊死在他门口，让他被人指指点点。那些采购商最爱惜自己的名声了，到时候为了保住单子，他肯定妥协。请出示工牌或访客预约单。我爸是王德福，这是我爸的基地，我来就不需要预约吧？爸，您看，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喝的毛子。爸，我给您带了您心心念念的鱼腥草，我自己亲自去菜市场里头挑的最新鲜的。亲家，你看，这是我一直珍藏的人参，可值钱可滋补了，你拿着，别跟我客气。爸，你说咱们一家人多久没在一起吃顿饭了？今天晚上让大贵好好陪您喝一杯。以前1个月只给80买菜钱，今天太阳是从哪儿出来了？居然这么大方。爸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亲女儿，拿点好东西孝敬您不是很正常吗？还有周大贵，不是说讨厌鱼腥草，看一眼也不行？哪有的事儿，都是娇娇胡说八道的。我也可爱吃鱼腥草了。爸，你真有品味。还有你蔡新兰，不是老说我是乡下人吗？今天怎么还主动献宝啊？亲家，以前我们之间可能是有点小误会，现在误会解开了，我们就还是一家人，是一家人，有好东西就得分享嘛。我看你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拿着你们的脏货给我滚！爸，是我们错了，以前是我们不是人，我们被钱迷了心窍，对您不孝，求您原谅我们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爸，以前那些事儿是我混账，我给您认错。爸，我们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公司把我们开除了，大贵妈炒股把房子全赔光了，催债的天天打电话，您就帮帮我们吧。爸，以前那些事儿我给您认错，是我混账，我给您认错。亲家，
当年是我势利眼，我对不起你。爸，爸，您帮帮我们，借我们点钱，让我们缓过这口气。等我们找到工作，一定还您一分不少。连翘还在家里等着我们，他不能没有地方住。是啊，爸，你不是最疼连翘了吗？你就当帮帮连翘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看见老子赚钱了，想着低个头认个错，就能从我这里大捞上一大笔。我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爸，我们没有要大捞一笔，您就每个月给我们打30万就够了。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别说30万，3块都没有。爸，你别装了，你都上电视了，还和省城几个连锁企业签了好几笔大单子，少说赚了好几百万吧。我是你唯一的亲女儿，30万不多。你们恶不恶心啊？当初是你们把福德叔被逼走，现在需要他了，又回过头来下跪求原谅，你演什么呢？爸，你要是不帮我们，我就躺在你们基地门口，让你们的货进不来也出不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子。远志，哼！我们这个丁图基地啊，生产量太多了，地有二。楼下快餐店又涨价了，这个没涨，吃吧。银行今天又打电话了，说再不还最低还款走法律程序。福记的每一批菌菇都经过省检测机构认证，品质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他这么风光，咱们就窝在这种地方吃打折盒饭。贵也贵了，求也求了，他不给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他现在最怕什么？最怕名声臭。他刚拿了铜牌，省城订单一笔接一笔，靠的就是福记这2个字。要是网上突然有人爆料说他的菌子是科技狠活的，客户会不会取消订单？不用脑多大，只要帖子写的像真的，传到他耳朵里就行。到时候我们去找他，把身份一亮，帖子是我们发的，给钱就删帖澄清。他不给，那就让帖子继续挂着，看谁先扛不住。这是敲诈。我这叫帮他做危机公关。你想想，那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就算把我们抓了，也消除不了我们带来的影响。他肯定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如他拿一笔钱出来，我们直接发折情道歉帖，他继续当他的优秀创业者，咱们把债还了，双赢。那就试试，别写太直白，没人信，就说据业内人士爆料，留点悬念，让他们自己猜。写好了，你看看。还行，别一次全放出去。今晚先发第1篇，就说收到内部人士投稿，明天继续爆料，吊一下胃口。等帖子热了，我把链接发到行业群里，省城内那帮采购商消息灵通，不用1天就能传到他耳朵里。等发酵2天，等他那边客户慌了，我们再去找他，告诉他帖子是我们发的，给钱就删帖澄清。那我们要多少？300万。他那个基地1个月流水都不止这个数，拿300万换平安，划算。他要是还像上次那样赶我们走呢？那就让帖子多挂几天，等客户跑框了，订单黄了，你看他急不急？到时候不是我们求他，是他求我们。德福叔，省城有个客户刚打电话来，问咱们的菌子是不是真有质量问题，
说在一个行业群里看到有人爆料，截图发过来了。把所有客户拉一遍，不用等他们来问，主动打过去，告诉我们所有产品随时接受抽检，需要什么资料我们提供什么资料。要不要发个声明？不发，发声明等于帮造谣的人扩大影响，一家一家打电话，用检测报告说话。真有问题的客户，请他们来基地实地看。明白，我马上联系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乱。周副书，您觉得是谁干的？先不管是谁，用货说话。把这一批新出的干品抽样送检，检测报告复印好，每个客户发一份。明白。群里有采购商回了，问他家的货还能不能继续订，有效果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？再等一天，等他那边客户催得紧了，等他把能发的声明都发了，我们再出面，让他知道发声明没用，能解决问题的人在这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刘总，怎么了？好几个合作商打电话来问，说有人在行业群里传福记菌菇的爆料帖，问咱们是不是还继续用福记的货。哪个缺德的在背后嚼舌根？王叔那边知道吗？他应该已经知道了，我看过了。最早发帖的账号是刚注册的新号 ，IP 做了代理，手法很熟练，不像是普通网友闲着没事干的。卢德叔，所有客户都打过电话了，11家老客户说照常合作，4家说再观望观望，2家暂时联系不上。观望的4家把检测报告送过去，联系不上的继续打，打到接通为止。德副叔，那个帖子今天更新了，这次点名说咱们的菌菇酱也用了问题原料，评论区已经有人在问，这牌子是不是该下架了？这是省检测机构加急通道的联系方式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批发出去的货都附一份当期的检测报告，报告日期不能超过1周。有效果了！群里有个在省城做连锁超市的，问我要不要考虑换供应商。他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发了检测报告，一家一家给客户打电话，没发声明，没找人删帖，什么回应都没有。他不会报警吧？报警要证据，帖子不是我实名的 ，IP 用了代理，他拿什么查？再说了，我们还没跟他提钱呢，现在只是发帖，算言论自由。他扛不了多久，等他发现检测报告堵不住所有人的嘴，自然就会想办法找删帖的渠道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是唯一能帮他的人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？明天，你见了面先别提钱，就说你知道网上那些帖子是谁发的，让他自己猜。等他问你想怎么办，你再把条件抛出来。300万，删帖加澄清，给他3天时间考虑。爸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最近网上那些帖子，我知道是谁发的。这些帖子要是不删，你的生意会受影响。我们有办法联系上发帖的人。条件呢？300万，那人说了给钱就删帖，澄清帖我们也会帮忙写。300万对你来说不过是几笔单子，拿来换名声很值。爸，这真是帮你解决问题，不是害你。帖子是你们发的。爸，我们是来帮你的，你怎么还污蔑？我1分钱都不会给，回去把帖子删了，去派出所自首，我会考虑出谅解书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没有我们删帖，你那个优秀创业者头牌能挂几天？不必多说了，送客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不给是吧？那就让他看看，不给钱他连一单都别想做成。
成了！因接到关于福记菌液产品质量问题的举报，暂停销售福记所有产品，等待下一步调查。你看，本地媒体都跟了，现在不是我们找他，是他必须来找我们。商超官网发公告了，媒体都在报，他不给300万，我就让他一单都做不成。德福说，省城一家大商超在官网上发了公告，暂停销售咱们所有产品。好几家媒体跟进了，现在同行都在转这个公告，咱们省城那几个老客户电话快被打爆了。要是客户顶不住压力，订单可能真会停。商超那边怎么说？他们说要等调查结果。那份检测报告虽然没头没尾，但商超按流程必须暂停销售。你现在联系省检测机构申请加急复检，把这一批次的流样全部送过去。最快多久出结果？加急通道最快2天。2天就2天，所有流程留痕，谁来问都能查。是。公告我看到了，我让小慧查了最早转发那份假报告的源头，跟之前发帖的账号是同一个代理 IP， 大概率是同一个人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是周大贵。今天上午他来过了，要300万换删帖，我没给。所以那份假报告是报复。你不给钱，他就想用商超的公告逼你就范。王哥，造谣这种事儿，你越被动越吃亏。他发帖子你就发检测报告，他发假报告你就申请复检，你一直在他的节奏里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与其等人造谣再辟谣，不如让所有人亲眼看看你的菌子是怎么来的。2天后，复检结果出来当天，报告加上画面，我看他还怎么造谣。小慧，你去安排设备和人手，2天的时间够不够？完全够，我马上去联系。刘总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说这些干嘛？等这事儿过去了，请我吃顿饭就行。后天刘总带人来直播，从发酵车间到培育仓到烘干房到包装线全部开放，镜头会跟拍每一个环节。德福叔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？不用怎么准备，平时怎么干，直播那天就怎么干。该穿工作服穿工作服，该戴手套戴手套，不要排练，不要作假，真东西不怕人看。明白。各位好，我是寻味楼刘福林。这2天网上关于福记菌液的传言很多，今天我一镜到底，带你们亲眼看看福记的菌子到底是怎么来的。这是我们的温度报警器，24小时开着，从建了这个车间到现在零事故。每天查3遍，查完签字，每个菌包都能追溯。出库前每一批都送检，检测报告随货走。基地的看完了，下面带你们上山。这下面有东西，地面有裂缝，土色也不对，我估计是松露。野生黑松露长在榔树根下面，只能靠地面的裂缝判断位置，人工到现在都没办法培育。白松露，没错，1斤3万起步，有钱都买不到，也是没法人工培育。福记的菌子，基地里人工种的品质过硬，山上野生的货真计实。随时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来抽检，也欢迎跟山上野上山挖。
德福叔，网上现在全在夸我们，那条造谣的人出来挨打，还被顶上热搜了。省城那家商超刚把公告撤了，宣布产品明天恢复上线。评论区还有人把造谣帖子的发布 IP 和时间线全都发出来了，咱们这次直播太成功了。明天我让法务过来，配合警方整理证据材料。这回我们把账一次性算清。白松露，还真挖出白松露了。300万他不给，反倒帮他在全国人面前出了风头。你那天怎么跟他说？300万换山帖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你把底牌全交了。他当然不怕我们，你但凡多绕2句。我怎么谈的？帖子是你发的，报告是你批的。当时我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不也点头让我继续吗？现在出事了，怪我？我没怪你，我是说什么？说我没用，还是省省吧。想想接下去咱们该怎么办？周大贵吗？我们是江州市派出所的，这里有个案件，麻烦你明天早上来局里一趟配合调查。如果不来，我会申请抓捕令上门。删干净了。你确定？本地和云端都清空了，就算他们查硬盘也找不到什么。那检查人员那边怎么办？咬死账号被盗，反正网上注册又不需要实名 ，IP 一样可以是蹭网的。谁能证明坐在电脑前的人是我？那聊天记录呢？也删了。好，我明天就说什么都不知道。帖子是你发的，报告是你批的，我从头到尾没碰过键盘。你是没碰过键盘，但你别忘了，文案是你润放的，客户名单是你给我的。聊天记录虽然删了，但检查人员要是恢复数据，你觉得你的账户会不会出现在上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俩谁都别想撇清。上次在你爸面前，咱俩是一起跪的，这次也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休想让我一个人扛。周大贵，你疯了！我是你老婆，我和你一起进去了，你妈怎么办？连桥怎么办？别拿我妈和连桥扯进来！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要是趁机把锅全甩给我，那别怪我把你拉下水。反正虽然那些聊天记录都删了，可我的脑子还没删。你改了哪几个词，帮我整理过哪几家商超的联系方式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从一开始就算好了，发帖的时候让我润过的文案，就是为了把我绑在一起。随你怎么想，明天到了局里，只要你和我一起咬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可能是账号被盗，他们就拿我没办法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但你也记住，你要是自己扛不住招了，别指望我替你动体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吧？知道。网上有人用我的 IP 发了帖子，估计是蹭了我家的网，我来配合调查。周大贵，我跟你说一下现在的情况。你老婆王娇娇现在在隔壁做笔录，你们俩的聊天记录，包括浏览器记录、云端数据，这些警方已经恢复了。现在之所以不直接关你，是因为我们要走程序，看一下你们认错态度怎么样，方便给法院判刑提供依据。造谣诽谤、伪造公章，主犯从犯，量刑差很大。你们俩的事儿，谁先交代清楚，谁就算主动配合调查，谁判的就轻一点，自己掂量掂量。给你10分钟考虑，想清楚了叫我。想清楚了。你老婆刚才在隔壁交代了，她说文案是她改的，客户名单是她给的，但主意是你出的，帖子是你发的，假报告是你批的，她是被你胁迫的。他放屁胁迫，他怎么有脸说自己被胁迫？当初要不是他天天念叨要让王福谈身败名裂，我会去冒这个险。
他跪在基地门口的时候忘了，他说别写太白出蛋是他们发给我的时候忘了，他不是被胁迫的，他才是主修，这些都是他定的。他说奔奔发怎么改，用什么语气，全是指挥我来干的。聊天记录你们也看到了，从头到尾都是两个人商量着来，凭什么他说胁迫就胁迫？我交代，帖子是我发的，账号是我注册的，假报告是我批的，但每一步都是王娇娇在后面出主意、改文案、定策略。从头到尾没有谁胁迫谁，是我们俩商量着干的。德副书，局里来消息了，周大贵和王娇娇都批捕了，等着开庭。两个人在里面互相咬，都说是对方的主意，最后谁也没跑了。还有件事儿，刚刚连翘学校的老师打电话到办公室来，先说连翘奶奶电话老是打不通，后面又说连翘这几天上课老走神，有同学在背后说他爸妈是罪犯，让我们注意一下他的心理状况。我心一软，就自作主张让老师给蔡新兰发条短信说连翘被外公接走了，然后我自己开车去把连翘带来了。现在正在土坡上玩呢。连翘这孩子真是受苦了。刘奶奶，我爸我妈做了很坏的事儿，对吗？他们做错了事儿，就应该承担后果。学校有人说我以后也会学坏。那些说闲话的人，过几天就忘了。再说了，人家说你会学坏，你就会学坏吗？反正在我和你外公心里，连翘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小女孩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回去看看你外公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外公，我爸我妈的事儿，你难过吗？难过，但不是因为他们被抓了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儿。人可以穷，但不能坏良心。那我可以想他们吗？可以，他们是做了坏事，但他们是你爸妈，你想他们是没有错的。但你也要记得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外公都在这儿，公会一直保护你。对，谁敢欺负你，我跟你外公一起去学校找他。我可是拿过钢叉的人，帮亲不帮理。不对，帮理不帮亲，反正帮的就是你。周大逛因伪造公章、商业诽谤、造谣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王娇娇作为共犯，明知周大贵伪造假报告而未阻止，并参与文案编辑和客户名单提供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舅舅！好好改造。爸，对不起。老太太，这里是2万块钱。德福叔说了，虽然还不了你的那些债，但好歹够租个房子和1日3餐的。之后自己想办法找个工作过日子，好好收着吧。等了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张叔叔给我买了面包。走吧，外公已经办完所有手续了。连翘以后可以和外公一起生活了，开不开心？连翘，你房间在2楼左手边第1间，走上去看看。
外公，这真是我的房间？是呀，以后都是你的。你也可以自己来装扮这个房间。怎么了？不合胃口？不是。外公，我以后每天放学都可以回来这里吗？可以。早上也可以从这里去上学吗？可以，我和你远志叔叔谁有空就谁送你。随叫随到。那我明天想吃红烧肉。行，明天我一早就去镇上买五花肉，买最好的。今天说2件事儿，第一件，造谣的事儿过去了，省城那边订单翻了1倍，福记的名声没被搞臭，反而比以前更响了。你们在最难的时候没松劲儿，这批货的品质就是最好的淮鸡。第二件事，这个季度的分红，按工龄和贡献算，最低的8000，最高的2万。福哥，你这是给我们发年终奖呢！德福叔，我去年在西周工地搬砖，包工头跑了，白干3个月，1分钱没拿到。要不是您，我恐怕就饿死在路边了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分红是你们自己挣的，下个季度想拿的更多，就要把手上的活干得更细。德福叔，省城那批新订单的排产表我做好了，您过目。以后这些不用给我看，你自己签字就行。发酵车间的报警器是你装的，巡查制度是你改的，培训手册是你写的，你也是时候走到台前来接手这一切了。德福叔，您这话说的跟要退休似的，我就一毛头小子，没有您我走不远。没有谁离了谁不行，别推辞了，你可别想一辈子躲我后面。哈哈哈哈哈！村长，这是德福，这些都是村里在外打工的孩子们的简历。昨天你发完分红，我的手机一晚上没停过。全是去外地打工的年轻人，听说服务福记的工人能拿不少分红，想回来跟着你干。德福啊，我孙子在省城鞋厂干了3年，1个月才4000，过年都不回来。昨天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说想回来，问福记还要不要人。我女儿在省城超市当收银员，站1天腿都是肿的。听说你们烘干房的女工拿了8000的分红。他哭了半宿，说羡慕。人我收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来了就好好干，偷懒耍滑的一律开除，谁来求情都没用，听见没有？德福说了，人他要，但谁家孩子来了不好好干，
别怪我不客气。德福给咱们村修了路，翻了学校，还带着大家一起赚钱。谁要是偷奸马滑，不用德福开口，我先拿扁担打出去。德福，我那孙子人老实，就是嘴笨点儿，要是说话哪里得罪了你，麻烦你多担待点儿。老人家，您放心，嘴笨没关系，手不笨就行。好，看你现在。德福，这些年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，你是第一个能把他们叫回来的。以前都是我上门求他们别走，现在他们主动往回跑。按名字登记好，安排好岗位，再一个个打电话通知他们。王哥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绝对想不到。又有什么大单子啊？上次的直播完后，我趁热打铁给你注册了几个短视频平台的账号，发了几个直播切片上去，没想到经过媒体曝光后，获得了1级的流量。单条点赞竟然有500多万，1礼拜涨了60万粉。难怪我这几天上街，总有人找我要签名和拍照。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像什么明星呢，结果没想到你就是那个明星。托你的福，我们寻味楼的订单量也增长了好几倍。我打算借这个机会联合文旅部，把你那个基地和整个村弄成一个网红景点，搞一些游客体验项目。那感情好，我可以专门划个体验区，到时候游客来我们基地就能体验怎么收菌子。王哥，咱俩真有默契，我也正想说这个。你不知道，我昨天答应了村长，让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来跟我干，这下子不愁埋没人才了。是啊，而且知根知底，也不会做出对村里不好的事，还能陪陪家人，说不定一起做点小生意。是啊，到时候他们可以一起弄个家庭饭馆之类的，或者直接在家里做电商，把你基地里的菌子和菌菇酱卖向全国各地，人人都脱贫致富，甚至走向小康。你这边要是有什么要帮忙，一定要和我说，我一定尽全力帮助你搞成这个景区。现在就有一个，我打算推荐你当形象代言人。啊？这么一打扮帅多了，像奶油小生。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穿成这样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装啊？怎么会？你现在可是形象代言人，现在这样刚刚好。都定好了，周5开放预约，民宿、餐饮、停车场全部到位，就差导游。第一批游客是直播攒的粉丝，冲你来的，王哥你得亲自带。让渊志带。去年第一筐剑手青是他跟我一起挖的，展销会、建基地也都是他跟我一起跑的。山上哪个窝长什么菌，哪条路通哪个坡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走。可游客是冲你来的，你不出面，万一有人觉得你耍大牌。我想好了，第一趟我跟他一起走，他讲我站在旁边，游客问到他答不上来的，我再接。你定的人我没意见，不过他要是讲砸了，可就难办了。他讲不砸，每次上山我走前头，他在后头。我蹲下，他跟着蹲下；我挖菌子，他就在旁边看，看完还拿本子记。
你知道他那个本子记了多少页？从剑手青到白松露，每一种菌子的位置、出菇时间、采摘手法，全在上面，所以他不会搞砸的。既然你这么信任远志，那我待会儿就去告诉他，让他好好准备准备。不用，我要亲自告诉他。德福叔，怎么了？第一批游客周五到，导游你来当。我不是说您亲自带吗？这我上去讲，人家也不买账啊。你讲得好，人家就买账。游客都是来玩的，不是单纯来看我。我就不信，你把每一条路带对，每一种菌子讲清楚，游客还会不买账？远志，我翻过你的本子。从剑手琼到白松露，每一种菌子的位置、出菇时间、采摘手法全在上面，连闻起来什么味儿都写进去了。你记得比我还细。这个导游你不当谁当？当初我让你记这些东西，是让你把这座山装进脑子里，现在装进去了，机会来了你就得用啊。是啊，远志，就做个导游而已，没什么的，就当历练了。再说了，第一天王哥会在你旁边给你压阵的，别怕。那万一我讲错了，您得救场。那是一定。但你要做到的是不讲错。好，那我这就去把路线图熟悉一遍，争取不出丑。欢迎大家参加福记农家乐首批体验团。今天的行程分2段，先参观基地，再看山。基地里有一片专门划出来的采摘体验区。参观完后，每个人可以亲手摘1斤菌子带回去。但是有一条规矩，只能看不能碰。体验区以外的菌子，不管是在基地还是在山上，只能看不能碰。导游，为什么体验区里能摘，外面就不能摘？不都是菌子吗？体验区里的菌子是人工培育的，跟种菜一样，摘了还会再长。山上的菌子是野生资源，长一茬要很久，而且没经验的人容易采到有毒的。那万一有人在山上手痒呢？你不是那个直播挖白松露的王德福？山上不能碰，我定的规矩，谁碰了，请谁下山。合个影，合个影我就遵守规矩。拍完照的请跟我走。先进培育仓参观。这个仓是平菇和香菇，那边是羊肚菌和竹荪。从培养账要接种到出菇，每个菌包都有标签，哪天接的种，谁熏查的，全部能追溯。你们扫一下标签上的2维码，能看到这批菌子的完整生长周期。还真能扫出来，温度18度，湿度85%，巡查员张远厨，这个巡查员就是你？是我，每天3查，查完签字，没有断过。每个人领一个篮子，摘1斤，工人会教你们怎么摘。不能用手拔，得用剪刀从根部剪。拔的话伤菌丝，旁边的小鹿菇就长不大了。师傅，这样剪行不行？剪刀贴着根部，斜着剪，一刀下去就完事儿。你这样竖着剪，菌柄留一半在上面，浪费了。就这么简单？我以前以为种菌子多神秘呢。没那么简单，种不神秘。神秘的是配方，我们德福叔自己琢磨出来的培养料，比例不对，菌丝就不长。来呀，别乱跑！德福叔，
我干的还不错吧？非常好，我刚还以为看见村长了，这么有领导能力。导游，你刚讲的真好，下次我带我们全家一起来，还找你。恭喜宿主，已检测到您完成逆袭人生，君子系统即将戒报。谢谢你帮我成功逆袭，以前的我肯定做梦也不敢想能有今天的成就。谢谢。再见，宿主。宝子们，排了半年队的网红菌菇村终于被我约上了，今天就带你们一探究竟。别急，每个人都有。远志，今天又有好几千的游客来玩，村里这2年被你和德福带的，人均收入翻了4、5倍，真得好好感谢你们啊！村长，咱们都一家人，这都应该的。对了，隔壁村又来问了，说能不能让他们村也参与进来。我说这事儿现在得问张总，我做不了主。什么张总？您就直接和他们说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一切都得听我们的。好，我这就去和他们说。王总，您用2年多的时间就把福记做成了全省菌菇核的龙头企业，这个速度在农业领域很少见。您觉得福记做对了什么？2个字：品质。我的菌子往桌上一摆，采购商一看就懂怎么选了。从一穷二白到成为全省标杆企业，这个过程肯定很辛苦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？没想过。不过这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，是因为我没有退路。我当时和现在的总经理远志躺在村屋的旧床上，我当时想，要么就这样了，要么就拼一把。后来拼成了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没路可退的时候，反而能往前走。妈妈，脸小长高了，头发也长了，扎小辫真好看。外公扎的，但他扎的没有刘奶奶好。妈妈，上礼拜是让我们写给妈妈的一封信，我拿了全班最高分。连潇真棒。在里面没缺什么吧？不缺，爸。管教说我表现好，减刑了几个月，我还学会做衣服了。等再过几年出来后，我就去找个厂子上班去。到时候我帮你问问村里几个开服装厂的，愿不愿意收你。娇娇，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，爸就会帮你的。爸，好好改造，出来以后重新做人。连桥等着你呢。结束，探视时间。奶奶，亲家，你看这几个月我还了不少，现在网贷还剩3万，信用卡还有2万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暗中帮我还了好几笔大的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就能上岸。我算过了，再攒半年应该能还清。亲家，
以前那些事儿真是对不起，是我不提以前的事儿，你现在有工作，有地方住，债也在还，要往前看。以德报怨，真是好人啊！这些以后都归你。保险柜里是基地的合同和产权证，公章你用过无数次了，不用我教。大门的钥匙有2把，一把你拿着，一把留给值班室。德福叔，您这是退休？现在联侨大了，有自理能力了，你也完全能接手公司了，所以我打算退休，再买一辆房车，来个全国自驾游。好，叔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福记砸在我手里的。以后我每天早上还是去培育仓查一遍温度，跟您在的时候一样。您定的规矩我不改。公司现在是你的了，改不改你自己定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把山弄坏了，其他的你比我做得好。您放心吧，小时候您救我一命，长大了又是您带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，新房也盖了，车也买了，小红也娶了，我不会做出让您失望的事儿。好小子，等放年假了，我开车带你媳妇小红和连翘一起出去玩。我们几个还年轻，不怕等。只是你可别让刘总等太久了，小心他翻脸哦。你小子没法夸是不是？我和福玲就是纯友谊，你懂不懂？这傻小子，你懂不懂啊？哟，以前喊刘总，现在一口一个福玲，还纯友谊，谁信啊？德福叔，现在黄昏恋又不稀奇，瞎子都看得出来你俩互相喜欢，这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知道你还在犹豫啥？臭小子，越说越离谱了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王哥，退休生活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爽？非常爽。以前天没亮就得上山，现在睡到自然醒，起来泡杯茶，去基地转一圈，回来接着喝茶，简直爽得无法形容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决定了，等最后一个项目收尾了，我也要退休。你才不到50岁，怎么这么早就退休了？当了这么多年的霸道女总裁，我也想好好歇一歇了，集团交给职业经理人就行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拥抱生活，享受着财富自由的人生呗。比如找个老伴儿一起旅旅游之类的。像你这种极品女富豪，不知道什么样的老伴儿才能入你的眼啊？不会要长得像明星吧？一般人确实入不了我的眼。我要的是君子大王级别的，最好能开着房车带我去全国各地自驾游。王哥，你有没有人选啊？这不是已经被你找到了吗？说吧，第一站想去哪儿？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南州、边州，你认得高原上的菌子吗？到了现学呗，认菌子又不难，看一眼闻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吃。吹牛！你当年教远志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远志那是底子差，你比他聪明。这话要是让他听见了，明天该罢工了。他就罢呗，反正现在他是给自己打工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不管去哪儿，我会开车带你去。